貓熊有2種，一種是那種黑黑白白的、胖胖的，有沒有？对，那個貓熊，那這很奇怪，人胖了好像就不好看，但是貓熊越胖越可愛啊，很羨慕貓熊。另外一種叫小貓熊，長這樣，看到沒？這是保護動物也是瀕危動物那大陸要給我們2個，一個叫樂樂，一個叫甜甜，所以這是溫帶動物已經亮相了，很可愛的一個3歲，一個2歲一個母的，一個公的那因為大陸送我們這個貓熊好像還交換，我們也送他們什麼東西所以呢，這個台北市政府副市長林奕華就希望他們的這個上海的台辦主任、副主任，還有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3個人到台灣來參加一個這個貓熊的一些活動那結果呢，這個他們市政府有個公文說呢，這個本府擬邀請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張玉新一行來台灣交流跟台北市交流。結果呢，這個被陸委會先送到陸委會就被打回票了。陸委會說不會給你通過的了那後來陸委好像又是說你沒有送沒有送文。他們說有送沒有送，只是送去的時候你們就說會打回票了，所以後來就沒有再申請了所以會這根本不會準嘛那另外呢，陸委會的這個主委邱垂正證實說有統戰疑慮。這個貓熊、小貓熊來統戰我們那另外呢，蔣萬安就生氣了，就是說這個貓熊，這跟統戰有什麼關係那上海團被封殺那另外呢，國台辦也生氣，說呢暴露民進黨的對抗思維而且是沒有禮貌的，就是我們有禮貌的去交個流嘛，對不對？你們這個都不可以天天說我們海峽什麼戰艦、飛機過中線。說我們要打你們不可以，我們現在送個貓熊你也不肯讓我們去那另外呢，這個所以呢，汪志斌國民黨的議員就說，真的沒有出席陸委會，連可愛的小貓熊都怕，這是怕貓熊怎麼怕，這個也怕那個也怕等等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那這不只代表台北上海雙城論壇具體的成果，同時也是肩負起物種多樣性以及瀕危動物保育、環境永續發展非常重要的責任。那很可惜，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團沒有辦法來。那小動物的交流，能夠對於瀕危動物的保育盡一份心力，這跟統戰有什麼關係？台北市政府有來詢問，那但是我們就是你說的，也是有統戰隱喻率那後來台北市政府就沒有再申請了。來，冷靜。我覺得這個邱垂正他拉開來的這樣子一個戰線從在對於大陸的這個方面的拒絕的這個立場是越來越無所不用其極就說包括這個台東要賣這個世家，那出了那個 VCD 出了那個錄影帶也不行。然後現在呢，我覺得会讓人啼笑皆非的，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保育動物的彼此之間的交換，然後邱垂正呢也可以好像講的義正言辭的說，他就是有統戰疑慮然後呢，如果說只是保育動物交換的話，為什麼上海市台辦的人要来，跟這個有什麼關係？然後呢，大陸呢所有的行動呢都帶有統戰的這個目的，所以呢我們要拒絕它。我覺得這個相形之下就顯得台灣呢在這方面呢非常非常的缺乏自信而當這個陸委會一再的強調大陸所有對台灣的作為都帶有統戰的疑慮，而什麼都防的時候呢，會讓台灣的民眾覺得非常的啼笑皆非了你想想看，上海市台辦主任來台灣，究竟能夠達到些什麼樣的統戰的目的？我相信呢，全台灣呢，絕對是有超過半數甚至於以上的人9成9的人都不認識這個上海市台辦是誰然後呢，就算如果今天陸委會呢大大方方的就讓他們到台灣來進行交流的話，可能大家還不會特別注意到說上海市台辦的主任或是副主任他們到台灣來，反而因為他們今天這樣子的戒慎恐懼的不讓這個上海市台辦的人
踏到台灣的土地上一步，所以就凸顯了我們在處理對於兩岸事務上面的如此的缺乏自信。就陸委會為什麼不能夠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說今天呢，你如果說要強調，就是大陸方面呢跟我們之間的交流，你展現你作為民進黨政府，你在相關的這個議題上面呢，是台灣這邊可以展現我們的文化自信，各方面的自信，對於大陸方面呢，能夠產生足以的這樣子的一個民主制度的影響性。哈，但是他們都不從這樣的角度去想，只想到用禁絕的這個方式，我覺得這一再的只是凸顯了我們在這個方面的時候，因為你沒有辦法應對大陸呢所對台灣展開的各種各樣的，不管是文化交流啊、動物上面的交流，你因為顯得毫無招架之力，你只好一切的禁絕。我覺得他最可惡的地方就是他在6月上旬的時候，台北市政府就跟陸委會提出了一個申請，要讓這些國台辦的人到台灣來。然後呢，陸委會一開始的說法是，台北市政府沒有申請。那當林奕華副市長亮出這樣的一個公文的時候，他才改口說他們有統戰的疑慮。那你一剛開始說台北市政府沒有申請，結果你去跟台北市政府講的是說這一個人都不能放他進來。那被揭穿了之後呢，你才來告訴我們統戰，你不覺得他也很大嗎？我覺得這才是陸委會最失格的地方哎。而且說實在的，台北跟上海彼此之間是難得兩岸當中到現在為止是一個合法合規，而且還少量可以存有一些彼此交流互動的一個機會，彼此的互訪。說實在的，大家都覺得樂觀其成。而且呢，你看陸委會以前還說，他們只要派出什麼。這個賴總統不是說嗎？希望兩個人能夠對等的彼此的交流，而且呢，只要有任何的跟這個民進黨過去只要派人去那個中國大陸，他馬上就說你是支路派，然後呢你就是促路派，然後呢現在呢突然來了一個小貓熊，你就開始覺得這個貓熊會有統戰的嫌疑嗎？而且我真的必須要提出來，上個月的時候嘛，看到一個也是大陸春晚演過的這個只此青旅啊，那時候他都沒有不能夠宣傳，我都不知道，因為很多人請我幫他買票，我才發現。怎麼會有這一團來？然後他們才說，因為他是中國大陸來的，所以不能夠宣傳，不能夠宣傳，他還是場場客滿，而且我還看到好多年輕人穿着那樣子的一個古裝的服裝來表達對他們的一個支持。那大家看完只覺得畫面很美，然後了解他這一個文化。你說這樣因此就會有統戰嗎？就跟貓熊一樣？我不曉得我們為什麼沒有自信到這個程度，而且陸委會對於這樣的一個狀況，面對台北市政府提出來申請，你還敢講說他們沒有？然後呢，人家被揭發之後，你還說還有統戰？光是他的前後的措辭的不一，就顯示他們這個政治完全凌駕於這個所謂的交流之上。我覺得陸委會在這件事情處理上才叫做失格，貓熊其次，你的失格才是最重要的。陸委會那也說了，他說因為小貓熊太可愛了，看了小貓熊，他就會鬆懈對大陸的戒心。老公是要打我們了，對不對？隨時可能打我們了，對不對？哦，他很緊張啊。但是呢，你鬆懈了，鬆懈了。那當然這是一種講法，那實際上呢，兩岸之間我覺得民進黨政府也好，所有人都要想想兩岸之間該怎樣，對不對？我們怕不怕大陸打我們？怕。你問我怕不怕，我也怕。我不相信有人不怕。雖然我們講說要什麼哇，這個刺蝟啦，什麼，你怎麼樣你也搞不過嘛，因為他過去幾年他的國防預算是我們的17倍、18倍。對呀。我們現在提高了，他還是你的7、8倍，已經幾十年這樣了，所以你怎麼跟他打呢？所以对台灣來講不能打嘛，講實話是不能打。那不能打怎麼辦呢？就希望能夠多交流嘛，最好讓大陸14億人都覺得台灣不錯，對台灣人有好感。原來人家對我們是有好感的，對不對？台灣很好，所以呢，那既然台灣這麼好，人又那麼和善，又這麼有禮貌，我們打人家幹什麼呢？沒事用無人機去打，用飛彈打幹嘛呢？還有派什麼軍隊去搶灘，何必嘛？所以大陸14億人如果對台灣有好感，覺得台灣是不錯的，那是對台灣最大的保障，比你什麼愛國者飛彈什麼都有保障。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說所有對大陸友善事，台灣應該多做嘛。你讓他這個台辦主任、副主任、什麼副秘書長會怎樣呢？他把你吃了，對不對？讓他來看看台灣，而且他來你要好好招待他，對不對？我們現在常講說，哎呀，台灣去他說落地的招待，那你落地招待他嘛？這不能招待嗎？人家你只怕他不來，他願意來，最好都來，每天招待你，
對不對？然後帶你看這個看着，讓他覺得對台灣不錯啊，台灣人很熱情啊，也很有禮貌，都很好啊。那我們打人家幹什麼？這不是才是對台灣最大的保障？我不懂，而且最便宜的、最省事的，比你去搞我们的飞彈呢，搞一大堆亂七八糟，不是省事多了嗎？趙先，我補充一下哈，因為就說陸委會的這個思維啊，我覺得真的是有點荒唐了哈。他現在覺得說，上海市台辦主任、副主任來台灣，就是有統戰的目的哈。好像台灣呢，因為呢，不但接受了2隻小貓熊，還接受了他們的上海市台辦主任、副主任來的話，我們整個台灣呢就被他們統戰過去了。我覺得這就是只有陸委會自己講這種話，只有自己聽得下去啦，其他的民眾大家都聽不下去。如果說他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這個真正的這個熊貓嘛，哈，就是以前團團圓圓來台灣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台灣幾代了，哈。然後呢，那個時候呢，他們不但來了台灣，然後呢，也有很多大陸方面的這個專家啊到台灣來。那我們政權輪替又輪替了啦，台灣到底是被統戰成怎麼樣呢？就是說，陸委會為什麼陸委會在賴清德的這個任期，他現在對於跟大陸方面的這個交流這個往來，就是越來越縮，越來越封閉哈。所有的事情呢，都加上了統戰的這個色彩，好像除了這一招以外，他沒有別招可以用。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民進黨政府賴清德現在呢，他已經執政了滿了2年了啊，然後民進黨執政呢已經10年了，他在兩岸的路線上面採取的越來越退縮，而且完全的不思，就是說真的是用這種開闊的一個心情跟這個大陸方面交往哈，他這樣子謹守着他的抗中的這個基本盤這個40%，他們到底是經過了什麼樣的一個盤算？是不是認為說，今天我一旦採取了開放的作為，這樣子的一個開放的一個成果的票，也不會到我的這個綠營的這個頭上來，所以那我還不如操作這個基本盤，然後來去深化這樣子一個情緒。我先鞏固我的基本盤，然後到時候再看國際跟兩岸的情勢怎麼樣再說。我來補一下，這陸委會是當初你當立委去 push 出來的，對不對？我仔細查了一下，執掌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部會設立執掌很重要哦，有一個很重要的哦，它是要兩岸經貿交流、文化互動。換一句話說，它主要就是陸委會成立的目的是要促進兩岸交流。結果現在陸委會已經把所有的交流當作統戰，就打死所有的一個活動。那麼我最近我的選服案有一個廟啊。60幾個人說大陸那個小廟，說大陸來60幾個這樣子交流，沒啥理的，一個也不准的，說這個是統戰，廟宗教的交流是統戰，肯定不行的哦。上一次鄭成功400周年的誕辰，那個民誕，那時候也是兩岸要辦鄭成功的一個，他等於是兩岸的一個鄭成功裡面來祭他，這樣大陸的一些比較 low end 的官員。來台灣找一些有鄭成功的廟，要過去那裡統戰，那是統戰，什麼都統戰了。所以我就講就一句話，陸委會現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認為說我不交流，我比較有票，這個是東西。我覺得這個你當初陸委會是你 push 出來的，我不知道你心裡應該有戚焉吧？這個東西不基本上這樣啊，就是我覺得兩岸不能打仗了，打仗台灣就完蛋。就這麼簡單，封鎖你都完蛋。那所以呢，最好是你對我笑，我對你笑嘛，不是這樣子嗎？而不是你对我罵，我对你罵嘛。你可以把它做是統戰，他是什麼叫統戰？統一聯合戰線討好你嘛，讓你對他有好感嘛。那他統戰，你也可以統戰他。你講兩岸是大家你對我笑，我對你笑，你統戰我，我統戰你好，還是你無人機打過來，無人機過去，你飛彈過來，我飛彈過去，你要自己選擇啊。對，總是你捅我沒關係，我也捅你。你來啊，我對你好得不得了，那你回去對我好印象，所以你來捅我，我也捅你嘛，不是就這樣子嗎？然後彼此互相捅，總比互相打好吧？休息一下再回來。
海鯤號到現在沒交艦哈，說要跨夜，要拼耐航，到時候能不能過夜？因為潛水艇不能跟一般的船一樣，白天出去晚上回來度假。潛水艇一到海裡面去可能很久啊。我們現在是因為是這個柴油潛艇，如果是那個核子潛艇的話，那個在水下幾個月不上來的哦，讓你不知道在哪裡，神出鬼沒。那現在第19次海測了哦，所以呢有這個奮進魔鬼魚哦，這樣傳來介護他哦。那另外呢，學者說下個禮拜可能要挑戰更複雜的科目，因為一次嘛，你不能老是都是簡單的去回來去就回来去就回來哈。那說為什麼這次呢又要潛航？說為了將來可能要跨夜測試，總要過夜吧？哦，要跨夜測試，所以呢，但是因為這次出港以後呢，向北，因為北海比較淺，南海比較深，所以呢被判斷啊，認為說。可能還沒有要跨夜，要跨夜要到比較深的地方才跨嘛。你淺的地方你跨什麼東西呢？安全有問題嘛。哦，那另外呢，好，這個我覺得蠻有意義的哈。美國的這個巡洋艦跟這都是海警船啊，跟台灣的海警船兩個 AIT 發的，對 ，AIT 发了一個新聞，把兩個拍在一起，而且這個艦看起來蠻像的，看到沒有啊？那拍在一起，所以就表示什麼？我看到美國的叫做這個海岸防衛隊米吉特號遠洋巡邏艦，我們的是4000噸的這個巡防救難艦台北艦並航，看到沒有？並航哦，特別是 AIT 主動公布在這個什麼意思？就覺得呢，是不是大陸最近船常到這個地方來？哦，所以呢，表示呢不要騷擾台灣 ，AIT 美國跟台灣並肩作戰，並船作戰哦。所以呢，說大陸的海警船員最近常常到不只是第一島鏈了，跑到第二島鏈了。哎呦，哦，所以 AIT 其實以前這種事一定有，只是以前不公開，現在公開給你看哦。那所以呢，管碧瑩還有會諸位就說了，美方了解海巡是台海唯一的執法機構，就我們的海巡啊，可以在台海執法哦。那而且呢，中美雙方就台美雙方朝全方位合作邁進。哦，所以否則的話 ，AIT 幹嘛公開哦？那另外呢，香港媒體說了，這個後面有訊息，說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中國海警最近擴大在台灣東部海域執法巡邏，所以故意發這個照片，讓你知道說中國你不要來，我告訴你，這是我們美國跟台灣的勢力範圍，這個意思哦。然後呢，這個葛萊儀，美國的智庫的學者說，因為北京要孤立霸凌台灣。所以呢，美國讓北京知道，你要孤立霸凌台灣不會成功的。美國呢，再怎麼樣會跟台灣在一起的啊、哦。那另外呢，黃介正啊、这個學者了說，美國呢雖然表示挺台灣，但是也不會去破壞美中關係哦，就表示呢，美國常常搞這個兩手策略了哦。前一陣子也是一方面跟大陸表現非常好，川普講習近平9月22號到大陸，一方面呢又對於圍堵中國的這個預算啊等等呢，這個增加好幾十億美金，兩手策略。扮黑白臉，我們看一下。軍事迷一大早現身高雄港，原來是國造前艦海鯤號再度出海測試。海鯤艦加油，海軍加油！吶喊替海鯤號和海軍加油打氣。海鯤號29號上午8點半左右迎來第19次海測以及第13次的潛航測試。外界推測海鯤號要首度進行跨夜耐航測試。海鯤號引擎是柴電動力，續航力有限，耐航測試相當重要。加上27號出海測試時，介護警品罕見把 AIS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關閉，不少人推估海測進入收尾階段。但民眾最關注的海鯤號交艦時程一再延宕。台船公司董事長陳正宏日前受訪強調，下半年交艦目標不變。我國4000噸級的海巡台北艦與美國海岸防衛隊巡邏艦米吉特號的並航照片也首度被公布在美國在台協會 AIT 粉絲專頁，並寫下美國感謝台灣持續支持台灣在全球做出實質貢獻。而2024年 TVBS 的採訪團隊也曾在環太軍演期間登上這艘傳奇巡邏艦。來看到這個艦艇的飛行甲板，可以讓海巡單位呢來停放一架直升機哦，而且呢，其實後面呢還有2個機庫，同樣可以停放直升機。雖然名義上仍是攔截海上走私、協調災害救援，但由美方主動讓雙邊合作浮上台面，在第一島鏈前所未見。來，馬委員。
其實我們海巡跟美方的這個合作哈，就是艦艇這樣子的一個台美的合作，其實不是現在才有，2018年其實就有了。那這一個部分其實比較特別，因為以管碧玲的個性，如果說他可以公布，他早就公布了，所以其實這應該是默契，就是說之前希望大家在相關的保密的這個行動上面不要去洩露。可是後來為什麼由 AIT 去發布這樣子的一個照片影像？我想其實他可能應該也是有目的的。另外因為 AIT 在這個部分之前他們說因為跟就是川習的這樣子的一個會面，然後他們堅持非常堅定的反對台獨，然後可能在這個部分可能也讓我們也有所退縮哈。可是他現在又希望可以在兩方取得一個平衡，所以中共現在又在我們東岸這邊也有進出，在周邊的海域其實也都有在這邊進出，所以其實他可能不希望任何一方照進。可是這對我們來說，是不是可以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承諾，或者可以獲得什麼樣的一個非常大的保障？因為我說從好幾年前其實早就有了，不是現在才有。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川習會可能在9月也還會進行。那他現在發布這樣的訊息，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目的？我覺得可能這個也是後面有一些不同的考量。那所以就這個由 AIT 發布的，我覺得可能後續還可以再觀察看看，因為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照片？可是另外就海鯤艦的部分，海鯤其實我們現在常常聽到顧立雄部長每次對外都說我們一定要注意它的安全，他一直講安全除了符合對，它還沒有任何的一個日期限制。那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它應該還有很多的問題存在。因為現在公布出來都說我們每次的出航潛航也好，所有的出海測試其實都基本上都還不錯，可是沒有把問題講出來，沒有一個交期。我覺得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我們看到之前我們看到那個無人機不是很困難，那像反制系統這個創未來，其實它為什麼一測沒過，我們連收都不能收？那海鯤艦其實是更嚴重的哦。我們之前在就是我們在海面測試的時候，其實它已經發生很多問題了，主機的問題，還有它的錨的問題，或者很多其他的，其實還有很多，其實都還在測試都沒有過的過程當中。剛剛趙大哥有提到潛艦最重要的，其實它為什麼要過夜？其實潛艦它在海底要做底做蹲的時候，其實它必須要很多天，它不是常常會在那裡上上下下，因為它只要一上來就很容易會被攻擊。所以就這個部分，它的能力到底是什麼？它的安全，它潛艦不是只有安全，潛艦除了安全以外，它還要能打。因為我們花了這麼多錢，就是希望它至少你說我們的魚雷都還沒有來，我們做了一些測試，可是當它的供性能，我們後續還要造7艘，總共有8艘，你要花好幾千億，你至少除了能打以外，你至少還要有就是要有拒止或者嚇阻的作用。如果這些你都沒有辦法做到，那它就不是一個我們需要的武器裝備。我想其實海鯤號我們樂見其成，我們希望它可以好好的做。可是它還沒有測試通過以前，你都不知道你後續的艦到底要依據什麼來做。那它如果有缺失，你要按着那個做嗎？複製它的錯誤嗎？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除了安全以外，其實它還要能打，這才叫武器裝備。有一說是老美希望你說不要再買了，不要再做了，是真的嗎？對，因为他認為這種大型的明確的表達。其實過去其實他們就有很多的訊息透露了，就是說，因為像這樣的大型的武器裝備，其實對我們來說並不是這麼有效，所以他們一直說，為什麼是不對稱的作戰？現在一直鼓勵我們做無人艇、無人機、無人載具等等的發展。你如果把很多的預算耗費在這裡，那你其他的我們的國防預算當然是有限的，你就不容易做。那你又做不好的情況之下，那你為什麼一直要往這裡栽？我覺得老美其實之前有這種訊息出來，這個有沒有還馬文君委員一個公道啊？我們希望到最後也一定要有一個公道。因為在有關於這個海鯤號的這個部分，這個馬文君委員呢，從海鯤號一開始在立法院討論到大罷免期間的時候，
不斷的被那些民進黨的青鳥側翼還有民進黨立委，然後一再的不斷的在栽贓他去抹黑他。可是呢，美國方面呢，我上次有提出來，在這個盧秀燕到美國去的時候，美國是明白的講了，因為他覺得海鯤號造價太高，然後呢，這個整個的對於台灣的戰力部署來講呢，是非常的不值得的一個投資，所以希望我們改去採購這個無人機，而且這個海鯤號呢，從黃曙光的手上交回給這個海總來去負責的時候，我覺得他是走了一條正確的路啦，哈。但現在呢，海鯤號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其實還是要安全至上，以安全這個作為這個優先。它的那個交艦的這個延宕已經是既定的事實了。但是呢，千萬不要因為這個要趕着這個交艦的這個時程，而損害了第一艘我們國產自制海鯤號的安全性，這個是沒有辦法取代的。休息一下再回來。